没想到七小姐居然住在花乡，怪不得小人寻遍定京城都找不到您的住处。您真是闷头办大事啊！周管事，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。七小姐的事儿，小人不敢多问，只是接下来七小姐要去参加春闱，这婚事到底该怎么办呀？周管事嘴上说着不敢问，却什么都问了。不敢。小人呐，也是想要回去复命，庄大人那边还等着信儿呢。等什么信儿？等我一举高中，荣归故里，还是等着我为达官贵人办事，从此平步青云？这，我知道你最近一直跟踪我，心中也有所不解。可是刚才你也看到了，在文征楼门口，这定王殿下就是默许了将来我为他办事，这才特意让人送我回来的。要是这点你都看不出来，那周管事以后如何能在庄大人那里得到信任呢？这几日我是看明白了，七小姐绝对是能成大事之人啊！那是自然。周管事，你也是个聪明人，多的也不必我提醒了。是得意后宅娘子，还是得意朝廷助力？我想，庄大人他心中自有分寸。你说对吗？小姐，你说周管事是不是真的放过咱们了？多半是放过咱们了吧。这个周管事以为我在为定王殿下做事，自然不敢苦苦相逼了。你别看我父亲是江南首富，但是跟定京这些大人物比起来，连只小蚂蚁都算不上。那他回去会不会乱说呀？传回去什么话，就要看这个周管事如何禀报了。居丽，你去把咱们之前兑的那5个银艇拿出来，明日一早你便去趟客栈，送给周管事，好生叮嘱他不要多嘴。不行啊，小姐，这可是你冒着风险赚来的钱财，你就这么送给周管事吗？送，只有送完了，我才能安心参加会试，才能真正的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。见过王爷。你为何来此？王爷刚才露出个后脑勺，难道不是暗示小人到后山来见面吗？难道小人猜错了？牵强附会。好吧，小人是觉得除了后山哪儿都是人，王爷应该不愿意在人堆里跟小人谈事吧，所以就想着来后山碰碰运气。没想到小人的运气是真不错。你还信运气？方才本王见你在菩萨面前，可丝毫虔诚都没有。人人都向菩萨求富贵，只有小人祝菩萨天天开心。这么算来，那小人不是对菩萨最好的人吗？别人都是求富贵，你为何不求？向菩萨求，不如向王爷求。考官就在眼前，小人何必舍近求远呢？文兄，请。请。
王爷，您找小人是有何事啊？还阳散的药方，你是从何处听来？小人小的时候听娘亲讲过，不过小人的娘亲也只知道治仙果等几味药，并不清楚完整的药方。本王命人寻遍了京中的名医，无一人听说过还阳散。太医局也没有吗？你为何认定这药方是出自于太医局？还阳散的原料都十分珍贵，尤其是这个治仙果，千金难求。除了太医局，谁能这么财大气粗啊？再说了，这个药方，小人从未在民间听过。本王已经查了太医局，并没有此药方。你母亲会不会是说错了？王爷，您有所不知，小人的娘亲对于童年的事情都记不大清楚，唯一能记住的几件事情便加倍清楚，尤其是这个治仙果。对了，治仙果。王爷，你要是查不到还阳散的药方，您可以查查这个治仙果的来源跟消耗。治仙果金贵，应该只有在各国的皇室里面才有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何一闻便知云响月身上有治仙果的味道？这个嘛，家父听说，那治仙果入药可以提振男子雄风，曾经重金求得一颗，以延请名医研究药理。小人在自家医室里面见过此物。看来，你倒是沾了江南穆家的光，什么奇珍异宝都见过。哪里，王爷，您不妨让人去查查宫中这治仙果的出入跟消耗，说不定能有眉目呢。这是一个线索，本王自然会查。但是，你仍然刻意。该来的，永远都躲不掉。近日积善堂事务比较冗杂，若是得空，也并无不可。莫非沈兄也要来做一曲？哎呀，应该是吧。本宫虽然不太懂琴，
不过听闻此曲，也觉得潇洒不羁，万里无恙。见过大殿下。得大殿下谬赞，在下愧不敢当。诸位不必被本宫所打扰，一切如旧，放松一些。本宫也只是来听听课。王爷，这还阳散要真的是天下独一份的药方，那小人这么轻易说出来，不是自投罗网吗？这药方只有你和你母亲知道，难道是出自于你的母亲？看来王爷已经查清楚小人的身世了。小人来自江南穆家，小人的母亲在幼时家逢巨变，被卖进了烟花之地。母亲连父母的名字都不记得了。之前，她随意取了一个花名，后来，我父亲给她改名，叫做顾一笑。阿娘，我今日学了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阿娘，你能跟我说说你是从哪来的吗？阿娘，就像窗外那些飞花，也不知道是从哪棵树上飘落下来的。那你此次进京，不仅仅是为了会试吧？看来，王爷都已经知道了，又何必再问小人呢？这是你的私事，我当然不想多问。可是，本王在意什么，你应该知道吧？王爷，小人知道还阳散，皆因为小人的母亲。但小人的母亲为何会知道这个？于小人而言，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小人的母亲教小人读书写字，教小人行医救人，还教小人立身之本。可是娘亲为什么会懂这么多？于小人而言，也是不清楚的。他如今已经成了一抔黄土。他从何处而来，一直是小人心中的未解谜团。要是王爷能帮小人寻得答案，小人感激不尽。本王知道了。那王爷，您这是相信小人了？本王不信，但我相信子女对父母之情。到底是信还是不信？啊！身如羁旅客，四海既无依。欲在凌烟侧，唯忧岁月飞。此诗虽好，也有意境。可男儿在世，若是四顾彷徨，又怎能做大事？听闻惊鸿公子诗才艳绝定京，不知今日有何新作，好让吾等耳目一新。世宗兄，大殿下今日请来，怕只是为了给沈惊鸿造势。莫要介意，来。想来今年的会员不会旁落了。百战功成，心未改。千年往事，复刘备。江山无恙，
雄图歇，一代高峰，图我摧。百草黄沙霜雪凝，将军饮血战争欢。边声不到阴山北，暮续秋高汉月寒。醉梦谁知何处是？鹧鸪声断夕阳余。春风细雨潇湘水，商夜萧森送客车。云低催日暮，风急卷旌旗。边塞红生歇，南园品茗期。长烟连日暮，戍客未边关。一盏清平忆，徜徉碧海间。乌云万里惊寒月，昔日英雄。王爷还要见穆姑娘，说明他们还有用。你去听听看他想说什么。犹记当年鸿鹄志，山河未尽。你记性好不好？方才清文公子念的诗，你都记住了吗？哦。那你能不能抄一份给我？我有点急用。我自抄。没事，能记下来就行。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沈兄，再来一首。是，再来一首，再来一首。沈兄，铁甲3000对，牙旗100万逼。貔貅掩虎卫，箫鼓出神经。万古英雄戏，江山战砝码。平生忠义志，双臂早金秋。战火连扯飞燕断，孤登铁甲半消发。黄沙埋骨思归路，钟磬齐鸣万事安。错了，没错。漏了，也没漏。就是你这字，瞅得我眼睛疼。你们要去哪儿？去找王爷和穆姑娘。王爷交代过，此番行动不仅要调出幕后之人，还要试探穆姑娘。我们不能在场。多谢王爷。王爷，小人这事你得管啊！您好说歹说也是主考官，您看，您给小人走个后门，安排个名次，也不算过分吧？也不用太高，能参加殿试就行。看看人家大皇子是怎么对自己人的。不行。王爷，您现在心情好点了吗？你是在哄本王开心吗？哄是万万不敢的，我就是看您心情不大好。刚刚追杀您的人，不像是暗卫吧？若不是暗卫，你觉得是谁？小人怎么会知道啊？王爷，您这是在怀疑小人啊？您这记性也太差了，小人刚刚才救了您。小人就是觉得吧，这游走针
杀人于无形。若真是暗卫的话，那咱们早就没命了。若真是暗卫来了，你待如何？不说话。王爷不是想请君入瓮吗？那小人助你一臂之力啊！自5年前，3万苍梧军战死拒马河，也包括我们的父亲。王爷就一直认为自己苟活于世，所以他事事亲力亲为，从不假手于人。我也是苟活下来之人。你们飞鹰小队是苍梧军旧部，绝不违背王爷的命令。可我们不同，父亲用性命换回来的王爷，我绝不允许他出任何事情。那王爷，拜托你们了。走。这不是说他受伤了不能人道吗？我道那传言是真的，毕竟父亲说过，没有男人不风流好色，除非他不是男人。现在这是什么呀？他想做什么？不行不行，我得离他远点。这是莲弩？哎，我在想什么呢？这箭都没射出，他们怎么就死了？这是游走针。游走针？哎，去哪儿？这东西果然威力不小。王爷，我等来迟，请王爷先走一步。走。你无需太拘谨。论辈分，你还得叫我一声堂姑祖母。那是太后待人宽厚，裴兰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不过是周氏旁支的孤女罢了，全仰仗着太后的照拂才有今日。裴兰不敢逾越。你呀，你们都退下。母后，你分明答应过儿子，为何出尔反尔？你以为哀家愿意吗？愿意对你的好弟弟下手吗？娟儿，哀家这么做，全都是为你呀。他流言公告镇住，若是哪天反了，谁能治得住他？他绝不会这么做。受足多年，朕相信他。
那若是他查出了5年前巨蟒河之战的真相呢？他若是知道是哀家想让他有去无回呢？当年巨蟒河一役是你自作主张，朕事后才知道。为了维护你，朕才帮你善后。如此欺骗眼帝，朕已经万分愧疚。可如今你为何还要对他痛下杀手？分明是他揪着哀家不放，你才查到了云想月和袁成明。俊儿，只有他死了，你才能高枕无忧啊！母后，眼帝可是一直把你当他的亲生母亲。你3番5次的维护他，他若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还会记得与你的手足情谊？会，朕相信的。母后，母债子偿。当年你想让眼帝落水而亡，朕舍命救他，落得一身顽疾。如今，你若还想要他的命，那儿子就只能效仿当年了。你这是在要挟哀家。儿子不肯。王爷，小的把您的披风跑丢了。无妨。哦，又怎么了？王爷，小人刚才终于想明白了，因为线索指向的是暗卫，所以王爷，您是故意要赌这一把，看看陛下是不是会出面救您。那现在暗卫已经现身了，王爷现在是相信陛下了。这能调动暗卫的，应该只有陛下或者武周华，你究竟是胆子大呢，还是胆子小啊？小人多嘴了。嗔耳赤诚莽撞，柔嘉与世无争，能调动暗卫又知我病情的，只剩下太后了。可不是亲生生死亲生，30年的母子情。王爷，水要烧开了喝的，这样喝会生病的。逃亡期间，将就些。哦。怎么办呀？这下是真赶不上会师了。那就等下次吧。不能等下次，我都准备了这么多年。那你还不赶紧起身走？我。